凭借雷神系列走红的克里斯·海姆斯沃斯为什么会突然宣布退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如此令人意外的决定？接下来我将在视频里为你解答。废话也不多说，咱们现在就进入主题。在拍摄《雷神4》的前一年，克里斯·海姆斯沃斯为了展现这个角色硕大的肌肉，他开始注意饮食，每天摄取400大卡热量的食物，同时还结合极度严格的训练。虽然运动能让人更加健康，但是长期维持这种超负荷运动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对于《雷神4》的训练，海总表示这比之前的准备工作还要困难，一部分是因为这次角色的体型比以往都要大，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不再是曾经的年轻小伙。或许正是如此，他才会决定参加拍摄D+上的国家地理节目《克里斯·海姆斯沃斯极限挑战》。这个纪录片是由黑天鹅的导演达伦·阿伦诺夫斯基担任制片，以延年益寿为主题，让海总进行不同的特殊挑战，借此探讨健康与长寿相关的种种话题。比如为了刺激身体的自我修复机制，海总就被安排到挪威进行特训，为了强化体能，训练自己压抑特定的生存本能，于是便在冰冷刺骨的海中游泳。光是这2项难度就已经逼退了大部分挑战者，但是导演觉得在原定的游泳地点训练，水面太过平静，缺乏戏剧张力，于是众人就来到冰天雪地的岸边，让海总跳到近0度的水中训练。另外饮食方面，海总在近4天时间内，除了水之外，并未进食其他东西，同时在这时期还不断保持运动，比如参加水底曲棍球比赛，刺激体内酮体的增加。之所以会这么做，是为了模拟数千年前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好让海总在最后一天因为酮体指数升高，从而提升感官敏锐度和体能。另外在拍摄这档节目期间，有一集令海总冲击最大，因为在拍摄这集节目前，海总做了一套身体检查，所有能检查的全部都检查了一遍。正是由于这次的检查，医生发现海总体内有2组 APOE4 基因。根据研究表明， APOE4 是阿尔茨海默症最强的遗传风险基因，世界上大约有1/4的人口拥有1组 APOE4 基因，只有2%到3%的人才同时拥有2组，这就表示海总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几率比一般人要高8到10倍。然而这个消息其实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的祖父患有失智症已经有好几年。当检测结果刚出来时，医生和导演就联系海总，告知了他这个结果。导演甚至还提出一个没有公开检测结果的剧本，但最后海总还是决定把这个段落保留在节目中，让全世界知道这件事。海总之所以会做这个决定，并不是为了增加节目效果或是博取众人的同情，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个风险能让自己更有动力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降低发病风险。因此如果大家能知道海总的经历，或许可以鼓励更多人开始重视自己的身体状况。海总一开始录制这个节目其实是出于好玩，但经历种种挑战以及阿尔茨海默症风险报告，死亡就忽然变成一个具体真实的存在。极限挑战这个节目上映后，大家都聚焦在最担心的阿尔茨海默症风险上，这也是海总暂时息影的明确原因。但根据他在访问中的描述，他感觉自己好像奋力奔驰了10年左右，不断被步调紧凑又繁杂的工作拉往许多方向，让他没有办法好好静下来享受身边的一切。反而是最后一集对于死亡的探讨，让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时间流逝，发现自己还没做好面对死亡的心理准备。当海总谈到与某些导演合作时，被告诫不要跟他们犯一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不断忙于工作，最后错过陪伴家人和孩子的成长过程。而海总也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做着自己喜欢且觉得有意义的事，因此冷落了自己身边重要的人，导致自己家庭的关系一塌糊涂，甚至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但无济于事。这或许就是海总为什么决定在这档节目结束之后提早退休，好好休息陪伴家人的原因。不过这也不是说他对演艺事业失去热情，而是采取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当被问到是否会改变往后的人生方向时，海总非常肯定地表示，自己在目前的人生阶段和很多导演见过面，同时还被大家评论是个疯狂的天才。他很疯狂，但他是个天才，而且他拍的电影很不错。另外海总还表示，如果自己愿意离开家人，花4-5个月的时间拍摄，那么这一定是一次积极的、建设性的、有合作空间的经历。比如《疯狂的麦克斯4》的导演乔治·米勒就是一位愿意让他贡献时间的创作者。在拍摄这部电影的前传时，乔治就充分展现了导演罕见的善良特质，不但愿意听取创作建议，也很有意识地确保整个剧组工作是正向的。除此之外，海总成立一家制作公司，并身兼制作人的身份。在影视产业，导演和编剧主导着大多数的创意决定，但是由于资金来源于制作人，所以他们的决定凌驾在所有人之上。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影星获得成就之后，就不只是等经纪人拿剧本给他们看，而是自己开公司，为自己量身打造一部属于自己的影视作品。正因为如此，海总主演的《惊天营救2》自己就是其中一名制片人。除了电影外， Well Stay 的这个冒险旅游机构也和国家地理有合作关系。第一个推出的作品就是《极限挑战》。在这之后，海总还要持续参与纪录片性质的作品，并不只是出现在镜头前面，而是进一步参与选角、后期剪辑等幕后工作。但这一切在海总得知自己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遗传倾向后，迫不得已放下，并且暂时宣布息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陪伴家人的同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尽可能的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